高丽前期的国际贸易。了解高丽前期东亚周边国家的关系，了解高丽前期周边国家的贸易和贸易航线。宋代是通过海路进行贸易的时期，与高丽的交流也主要通过海路进行。因为宋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指南针的发明，使大航海从未可能。但随着北方的契丹和女真的兴起，丝绸之路进入了他们的影响范围。利用陆路进行的贸易衰退，高丽与宋的交流和贸易被北方的契丹和女真阻挡，因此只能利用海路进行交流。高丽通过宋的航线连接东南亚地区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非常发达。高丽也通过宋的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并进口了多种物品。高丽与周边国家展开了积极的丝贸易。不对，高丽通过陆路与宋进行了交易。不对，高丽和宋的贸易从高丽离欧战争结束的宪宗朝起就正式开始了。宋朝上任自宣宗3年到忠烈王4年的260多年间，总共进入高丽130回。这130回当中，文宗朝43回，懿宗朝21回，宪宗朝13回，肃宗朝12回。宋商在11到12世纪活跃地与高丽进行了交易。历经200年的高丽与宋朝的关系中，高丽方面向宋朝派遣使臣的次数为60次左右。高丽向宋朝派遣使臣的频率并不频繁。宋朝向高丽派遣使臣的次数为30多次，但是宋朝上任进入高丽的次数达到130次，说明了高丽和宋朝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。更何况，在两国没有使臣往来的时期，宋商也进入了高丽，这证明了两国的紧密关系。高丽和离欧的贸易不如宋朝活跃。高丽从宗朝以后，随着两国邦交的正常化，以交换国息怒的公贸易为主。离欧采取了要求高丽设置缺场的积极态度，但高丽没有放松情谊，只进行了小规模的贸易。女真以向高丽纳贡的形式进行了贸易。从10世纪初到11世纪初，女真区长为了贸易经常来往与高丽多达230多次。经建国后，以交换国息怒的公贸易为中心。在东亚地区的贸易方面，宋朝和高丽比起其他国家更加活跃。
这与两国之间紧密的政治关系密切相关。于是宋商频频进入高丽进行贸易。连接韩半岛和中国的航路主要有北中国航沿航路、黄海横断航路和南中国航路。第一套航线以山东半岛的东周为起点，向东北方向经过大谢岛、归秦岛，沿着辽东半岛海沿行驶，途经鸭绿江口和大东江口，沿着海沿线南下，然后到达韩半岛西海沿的港口。第二条是从山东半岛出发，横渡黄海后到达韩半岛西海岸的航线。第三条航线从明州出发，经过白水洋、黄水洋，横渡黑水洋到黑山岛后到达西海岸。从明州到高丽开进的海路有明州、黄海、黑山岛、西海岸、李沧江、积水门、碧兰渡开进连接，主要用于宋朝的使臣去往高丽。在10到13世纪，连接高丽和宋朝及韩半岛和中国的航道中，高丽时代使用的航道是黄海横断航道、南中国航道，然后根据国际形势，从黄海横断的航路变成了南中国航路。即由于其他的兴趣很难利用北方航运，因高丽的要求，从文宗28年1074年以后开始，南中国航路被作用高丽和宋朝的交通通道。宋代是海外贸易发达的时期，宋朝和高丽主要通过南中国海航线进行交易。与此同时，通过宋朝的航线连接东南亚地区、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非常发达。高丽也通过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口并出口了多种物品。东亚的10到13世纪是对立与矛盾的时期，但在这一过程中，东亚逐渐形成了新的国际秩序。如果说以往的东亚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，那么这个时期的东亚是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，相互目宿、实力均衡而形成的多元体制。这种牵制和均衡的多元国际秩序是高丽、宋、辽、金、日本、西域国家之间活跃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成为可能。